今年冰糖番茄的收购价就是5毛1斤。5毛？大炮啊，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连大棚薄膜的本钱都不够啊！王老板，5毛真的太少了。乡亲们指着这茬番茄救命，给娃交学费呀！老东西，滚开！少他妈拿被子压我！我统一回收大家废旧物资，已经是体恤顾问，不肯签字。没关系，我把话说清楚。往后这片区域，谁要是给你们提供灌溉用水、农用种子，我绝不轻饶。王大炮，把你的脏手给我放下！交货期延迟1天，扣全额罚款20%，果径差1毫米，直接无偿没收。王大炮，你这不是做生意，你这叫明果持杖的抢劫！沈家那破落户丫头，听说你在城里被人搞得倾家荡产，像条丧家犬一样逃回来，怎么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想给这帮泥腿子出头？你懂个屁！乡亲们，这字绝不能签，一旦签了，你们1年白干不说，随便找个借口就能让你们倾家荡产，连房子都得赔给他。我沈婉清的地，就算荒到长满杂草，就算干裂成粉，也绝不签你这种吸人血的烂合同。好你个不知死活的贱丫头，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我不光封杀你的番茄，你那几亩地连一滴水都别想流进去！我要亲眼看着你跪在地上求我！婉清啊，你太冲动了，这下把天捅破了。大炮在镇上黑白通吃，你斗不过他的呀。这是我自家藏的半袋抗旱土豆种，你拿去，好歹别饿死。刘叔，您把心放肚子里，我沈婉清不仅不会饿死，我还要亲手砸了王大炮的饭碗，让咱们沙沟村的乡亲们以后永远不用跪着要饭。第2天我就发现地里的水渠被人堵了。婉清，昨晚大炮带人干的，他还放话了，谁给你借水，连谁家的渠一起堵，你还是去服个软吧。服软，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哼，没有水，那我就自己找。偏左3度，注意风切令。你在这儿干什么？无人机的下圈气流会破坏这片岩层的表层结构。你在定警卫？靠这几把破铁锤？这是基础地力学，比你那乱放的大玩具靠谱多。既然你懂地质，不如合作一把。我正需要实地数据校准它的红外透视雷达。好，我怀疑这下面有断层水脉，你用红外热成像扫描一下这片区域的地温差。地下25米，高压水脉，眼光真毒。人工定点能准到这个地步，国内没几个人。深情水泵、滴灌管带、太阳能发电机，我那辆越野车后备箱里刚好有一整套备用设备，可以借给你。条件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爽快。条件是你的这片试验田以后要作为我这套新型农业飞控系统的长期测试基地，我需要真实、极端的农业场景数据。成交。当天下午，我就在干旱的土地里钻出了水。水的问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沙沟村的土地底子极差，是大片的重度盐碱地。干透的时候，地表泛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壳，一脚踩下去邦邦硬。这种地不施重肥，根本长不出好庄稼。可现在的问题是，镇上唯一的农资站是王大炮开的，我打听过，他已经放出话来，谁敢卖给我1斤化肥，就是砸他的厂子。常规化肥对这种盐碱地本来就是治标不治本，还会加剧土壤板结。那怎么办？不用化肥，你种出来的番茄能结出果子吗？刘叔，咱们村是不是养牛羊的小户挺多？粪便都倒去哪儿了？能倒去哪儿？都在村西头那几个废土坑里沤着呢。一到夏天，那味道能把人熏晕过去。村里人怨声载道，镇上环保局也下来查过好几回了。那些不是废料，是黄金。刘叔，你以村委的名义发个大喇叭，把村里那些被王大炮压价压得实在揭不开腹的贫困户召集起来，只要他们愿意帮我把那些粪便和地里的烂秸秆拉到试验田来，我按1天100块钱给他们开工钱。你要那玩意儿干啥？那东西不发酵好直接下地，会把庄稼烧死的。放心，我有法宝。说吧，这次又要借什么？
你之前说你们集团在研发生物降解相关的课题，借我点你们实验室的复合发酵菌剂原液。你想搞快速厌氧发酵，在村里？没错，不仅能解决土壤贫瘠和盐碱化，还能顺手把村里的环境卫生治理了。这是 C3 型复合菌种，能在48小时内快速分解粗纤维并中和盐碱。小心点用，这一支的成本够买1吨普通化肥了。我带着几个愿意相信我的村民，忍着刺鼻的恶臭，将成吨的牛羊粪便、秸秆和掺着菌剂的水混合在一起，用厚厚的塑料膜密封起来。沤肥。奇迹在第3天发生了，发酵好的有机肥乌黑油亮，肥力十足。我们将这些自制的有机底肥深翻进地里，配合上卢晨借给我的滴灌系统，盐碱地的理化壮质在肉眼可见的改变。我种下去的特级冰糖番茄苗不仅全部成活，而且长势很好。村民们看着我那几亩绿油油的试验田，眼睛都瞪圆了。神了，婉清丫头，你这手艺简直是神了！但我知道，王大炮绝对不会就这么看着我顺风顺水。这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放在枕头边的手机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王大炮竟然直接下黑手撒百草葵！我已经远程开启了强光爆闪和高音喇叭。不用追了，明天一早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哎呦，沈丫头啊，这地是怎么了？味道这么冲啊！这怎么没死透？让你失望了，王老板，我已经报警了，镇派出所的张警官马上就到。你报警抓谁啊？地里招了贼，关我屁事儿！你有证据吗？有没有证据？等警察来了再说。张警官，这是昨晚案发时的超清监控录像，不仅仅是画面，还有完整的录音。哼，这黑灯瞎火的，能拍清个鬼？怎么装了高科技？早知道给500块钱，我也不干这缺德事儿。王大炮骗人！王大炮，跟我回所里走一趟吧。别得意，就咱们村这破塔路，你一车货都别想运出这座大山。运不出去，那就走着瞧。种了一辈子地，真没见过这么水灵的果子。婉清，出事了，你被行业封杀了，是你前男友搞的。婉清，果子再不摘就烂地里了，这路连3轮车都颠碎呀！糖度至少12，极品。烂在这里太可惜，常规车不行。你能借到车吗？需要减震极好的轻型冷链车。我刚好有支西北极寒测试车队，气垫减震越野底盘，把车队调到沙沟村，越野模式，今天天黑前必须到。下午5点，6辆途轻型冷链越野卡车停在了沙沟村的村口，村里的果子如期上市。仅仅1个上午，试吃的顾客就排起了长龙。晚上，当我带着30万的结算款回到沙沟村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我按照事先说好的工价，把双倍的工钱发到了每一个帮忙的村民手里。今年过年，终于能给孙子买身新棉袄了。婉清丫头啊，这剩下的钱你打算咋弄？是不是打算去城里交个首付，把房子买回来？这钱我不分，也不买房，这20多万我要全部用来给村里盖一座新学校。啥盖学校？婉清，你疯了？有钱自己留着花不好吗？这穷乡僻壤的，盖了学校有啥用？老师都不愿意来。就是啊，咱们以后跟着你种番茄赚大钱就行了，认不认字有啥打紧的？这都不准吵！婉清赚的钱，他想咋用就咋用。再说了，不认字没文化，就只能一辈子像现在这样，被人随便拿份合同就能骗得倾家荡产。丫头，你真的舍得？刘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咱们村想彻底摆脱穷根，光靠我一个人种地是不行的，下一代必须有知识，才能真正守住这份产业。刘支书第2天就揣着我的计划书跑去了镇里。半个月后，沙沟村的希望小学正式破土动工。沈婉清，我还以为你躲到这穷山沟里憋着什么大招呢，原来是在这儿带着一群泥腿子玩过家家啊！婉清，
闹够了吗？就为了跟我赌气，跑到这种连个冲水马桶都没有的鬼地方，带着一群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玩泥巴，有意思吗？林总大老远跑来我们这穷山沟，就是为了看我玩泥巴？你手里那几项未公开的种子基因测序专利，转让给我的集团，价钱好商量，我给你开200万，拿了这笔钱回省城买套小公寓，找个闲差，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原来是为了专利，她当初联手我的闺蜜做局，把我踢出公司，就是因为核心专利的最后几把钥匙还攥在我手里。200万，林远，你的格局还是这么小。这是沙沟村希望小学的建筑图纸，这是后山500亩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的规划线，这是沙沟村生态农业示范区的5年蓝图。沈婉清，你是不是在地里晒傻了？就凭你，还想在这不毛之地建生态示范区？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救世主吗？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个农业人。拿着你的臭钱，滚出我的工地！沈婉清，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种出了点番茄就能翻身？没有我的渠道，你这示范区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这位先生，麻烦你让让。你谁啊？测绘员，你踩着我的主节重墙基准线了，再不让开，我不能保证这台测距仪的激光会不会晃瞎你的眼睛。沈婉清，咱们走着瞧。几个月后，2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教学楼在沙沟村拔地而起，明亮的玻璃窗、宽敞的操场，还有崭新的塑胶跑道，硬件设施全县一流。婉清啊，楼是盖好了，可镇上教育局说，刘叔，我决定成立沙沟教育基金，以后咱们村农业合作社每年净利润的15%直接划入这个基金，镇上给老师发基础死工资，咱们村里给老师发绩效和补贴。只要是愿意来咱们村的优秀老师，城里老师拿多少，咱们给双倍。双倍，这得多少钱啊？乡亲们能同意把到手的钱分出去吗？必须同意，要想富，先强教，不仅要给钱，还要给尊严。资金有了着落，但渠道依然是个问题。我在教育界的人脉几乎为零，发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也石沉大海。招不到人。是啊，钱虽然到位了，但很多好老师根本不知道咱们这儿，也不相信一个穷山沟能兑现承诺。我大学的时候在校友会有点人脉，也认识几个搞教育公益的学长，我帮你问问。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随便打几个电话碰碰运气，可谁知道，仅仅过了1个星期，一辆大巴车就开进了沙沟村。从车上下来的不仅有国内顶尖师范大学的优秀支教团，竟然还有2位退休的老教授，他们是被陆晨口中那个神秘的校友公益基金定向推荐过来的。不仅如此，陆晨还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一家科技企业的教育下乡公益自助，直接给咱们学校的每一个教室都装备了全套的智能交互黑板和多媒体教学设备。你到底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教育会这么牛？有了顶尖的师资和设备，沙沟村希望小学正式开学了。整个村子像过节一样热闹，家长们给孩子们换上最干净的衣服，满脸自豪地把娃送进了教室。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接触现代农业，我主动兼任了学校的自然科学与农业劳作客座老师。第1堂课，我没有在教室里放 PPT，而是带着3年级的孩子们背着小背篓，拿着小铲子，浩浩荡荡地上了村子后面的荒山。沈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挖土呀？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它生病了，我们要找出原因。沈老师，你快来看，
这里的土是黑色的，还臭烘烘的。沈阿姨，扒开表面的一层浮土，下面竟然暴露出了一大片散发着刺鼻化学酸味的黑色废渣。这种气味我太熟悉了。这是重度工业污染留下的伪浪废药。这片后山有问题。铅带超标严重，还有大量的硫化物残留，这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看地层的沉积状态，大概是10几年前，这里应该有过一个违规排放的黑心化工厂或者小作坊，偷偷把工业废料埋在了这座山里。造孽呀！10多年前，镇上确实有个造纸和印染的小作坊，后来因为污染太严重被关停。没想到那帮黑心干的，竟然把毒渣子埋到了我们沙沟村的后山。毒地不除，一旦赶上暴雨，重金属顺着地下水渗入我们刚刚改养好的农田，甚至是村里的饮用水源，那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的商量如何向环保局报备并申请无害化处理时，一个诡异的消息传到了村里。林远的集团竟然看中了我们沙沟村后山这片讨不拉屎的荒山，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的左工深加工。他林远是搞高科技种子的，什么时候改行做深加工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果然，我托省城的同行一打听，真相令人发指。林远的企业最近资金链出了点问题，他看中了国家新出的贫困地区工业扶贫专项补贴。他根本不是来建厂的，他是想拿后山这块地做幌子，不仅能套取巨额的国家补贴，还把他们化工厂新产生的一大批有毒工业废水，以加工副产品的名义倾扫进后山这个县城的毒坑里。看来为了尽快拿下这块地的流转权，林远这次下了血本。3天后，镇上专门为后山土地流转的事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乡亲们，林董体恤沙沟村的困难，只要大家在流转协议上签个字，把后山那片你们8辈子也种不出粮食的荒山租给我们集团，这桌上的钱每户5万，当场拿走，绝不拖钱。5万块，仅仅是租一片不能种地的荒山，对于刚刚盖了学校，手里其实并没剩下多少钱的村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来吧，谁先签，谁先拿钱。我看谁敢签！沈婉清，你又来捣什么乱？这是我们集团和村民的正当商业合作。商业合作？乡亲们，看看这张图，这后山埋着剧毒工业废脂。他们是借建厂名义，把化工厂毒水全排进坑里，他们是在骗你们！一派胡言！你有证据吗？乡亲们别听他忽悠，这可是真金白银5万块，过了这村没这店儿。毒水排进来，重金属会顺地下水渗透进农田，甚至渗进喝的井水里。这5万块钱够给全家人健康的身体吗？老李头，你老伴儿还瘫在床上等钱买药，你签，给你10万。还是不认字，俺也穷，但沈丫头教俺们种番茄，那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不能为了几万块断了子孙后代的根。这钱俺不要，对，不要，不能签，黑心肝的王八蛋滚出去！我们镇穷，但绝不拿绿水青山换黑心钱。建厂项目无限期否决，滚！王大炮，沈婉清断了我的财路，我也要断他的生路。给我把沙沟村那条路彻底掐死。连日暴雨，上游水库泄洪，河床里不仅有了水，水势还极其湍急。而我们村唯一能过车的漫水桥
在一天夜里突然塌了。我赶到现场时，桥墩上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和留在泥地里的重型挖掘机、履带印，肯定是王大炮那畜生干的！桥断了，咱们大棚里第2船马上要上市的冰糖番茄怎么运出去？学校的建材怎么拉进来？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山里呀！难道我们刚有一点起色的日子，就要被这座断桥彻底毁掉吗？桥断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走他们那条破漫水桥了。既然要修，咱们就干脆修一条最好的。当天下午，村委大院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我提议动用合作社账面上的全部预留资金，加上镇里承诺的交通补贴，我们自己修一条双向车道的高标准柏溜路，直接连通县级公路。修柏溜路那得花多少钱啊？合作社的底子可就全掏空了。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路不通，咱们永远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同意，要致富先修路，咱们不能让人把脖子吓死。俺也同意，俺这把老骨头还能搬得动石头。一只粗糙、满是泥土的手在院子里举了起来，全票通过。第2天，一场硬核大基建在沙沟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镇长被我们的决心感动，亲自去县交通局求援，调来了一支最专业的工程指导队和几台重型机械。整整1个月，全村人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哪怕是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磨破了皮，也没有一个人喊累，因为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修出一条通往好日子的康崇大道。当最后一段沥青铺设完毕，压路机缓缓驶过，一条平整宽阔的双向柏油大马路，像一条黑色的巨龙，从沙沟村一直延伸到了山外的世界。剪彩仪式那天，全村人都穿上了新衣服，鞭炮齐鸣。哇，这里的空气真的好甜啊！快看快看，那个就是视频里的希望小学，真漂亮。大爷，请问沈村长的试验田往哪边走啊？婉清，这些人是干啥的？来咱们村视察的领导。我看着他们手里举着的手机和自拍笔，突然反应了过来。这几个月里，为了记录农业数据，陆晨经常用他的无人机拍一些村里的视频。我嫌硬盘占地方，就顺手剪辑了一下，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视频里没有滤镜，一边人年轻人，只有我们在泥水里打桩建学校，全村人光着膀子修柏道路，以及红彤彤的冰糖番茄在阳光下爆汁的真实画面。没想到竟然莫名其妙的火了，就把人吸引来了。面对着这突如其来泼天富贵，镇长比谁都激动，连夜跑到村里指导我们搞乡村文旅。大家听好，这是老天爷赏饭吃，但咱们绝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在紧急召开的村委会上，我定下了死规矩：第一，所有空置的土坯房，村里统一出资改造成干净卫生的农家民宿，必须要有独立卫浴和干净床单。第二，开放部分高科技大棚作为采摘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绝不允许天价宰客。一碗面该卖10块就卖10块，谁要是敢多收1分钱，立马清除合作社。大家都穷怕了，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口碑。接下来的几个月，沙沟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破旧的农家院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墙上挂着金黄的玉米和红辣椒。城里的游客白天在陆晨布置的物联网智能大棚里体验高科技采摘，傍晚坐在小院里吃着李大娘做的柴火土鸡炖鱼土豆。
晚上就在满天繁星下听着虫鸣入睡。我们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原汁原味的田园牧歌和让人惊叹的现代农艺科技。这强烈的反差感让沙沟村的口碑在网上彻底爆棚，成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不仅是合作社的番茄卖得好，这个是很成功的。村民们搞民宿、卖农家饭、卖手工艺品，家家户户的药包都鼓了起来。婉清姐、刘叔，我们不出去打工了，我们要回家。婉清姐，我们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省吃俭用也攒不下几个钱。现在看到村里路也通了，不仅能种大棚赚大钱，连全县最好的学校都盖在了家门口。我们还出去受那个洋罪干啥？我看着这些粗糙但充满朝气的脸庞，心里一阵发热。乡村振兴，说到底得有人，没有这些年轻的正力率，村里的产业就永远做不大。回来好，回来的正好。现在咱们村的番茄和农家特产靠游客岛带走，还是太慢。我正愁没人帮我把网上的销路彻底打通呢。当天晚上，村委大院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我直接办起了沙沟村第1届电商夜校。台下坐着的，他们虽然没读过大学，但在外面见过世面，脑子活络，学东西极快。在网上卖农产品，不是拍个照片挂上去就行的，品控是我们的命脉。每一个发出去的果子，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客服的态度代表了我们沙沟村的脸面，哪怕顾客只是问一句番茄酸不酸，也得给我耐心解答。接下来的半个月，这群年轻人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口才好的柱子带着几个姑娘，直接在智能温室大棚里架起手机，搞起了源头产地原生态直播。心细的年轻人成立了品控包装组，给每一个冰糖番茄套上防重网套，装进统一定制的硬纸箱。还有人专门负责对接物流，把发货流程梳理得井井有条。自产自销的电商闭环彻底打通。借助之前鸡奶的短视频热度，我们网店的销量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看着后台每天几千单的成交量，柱子他们激动的连觉都舍不得睡。就在大家沉浸在爆单的喜悦中时，一场有预谋的危机却悄然而至。婉清姐，出大事了！你快看我们的后台！我接过电脑一看，原本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短短半个小时内，突然涌入了几千条一模一样的极恶劣差评。什么黑心村，番茄吃出一股农药味！大家千万别买，我拿去化验了，农残严重超标，退款赔偿！沙沟村的骗子！这绝对是有人搞鬼！咱们的番茄连化肥都不用，哪来的农药味儿？我这就上大号去评论区跟这帮黑粉对骂，把真相说出来！站住！你现在去骂，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反而坐实了我们态度恶劣的罪名。不理他们，那咱们的店不就被搞垮了吗？谁说不理？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针对昨晚网络上大面积出现的沙沟村农产品农残超标的传言，我们今天不辩解，只做测试。现在我们从大棚里随机采摘，以及从发货仓库里随机抽检50个批次的样品进行盲测。经过现场检测，沙沟村冰糖番茄的所有农残指标全部为0，重金属检测为0，不仅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甚至达到了严苛的有机食品认证级别。我操，硬核打假，直接请官方专家现场开箱。这色泽，这汁水，看着就馋。那些说有农药味的键盘侠出来走2步。肯定是动了同行的蛋糕被黑了。沙沟村挺住，我先下100单支持。警告：检测到非法入侵，已锁定目标生物特征，安保系统全面启动。啊！我的眼睛！王老板，大半夜的不睡觉，来我的仓库参观？你在这装神弄鬼！老子不砸了，老子现在就走，你能拿我怎么样？
走，你可能走不了了。我就是路过，门是自己开的，你们凭什么抓我？警官，这里面不仅有他非法入侵的超清多角度视频，还有他这5年里垄断农资市场、强买强卖、偷税漏税数百万，甚至勾结黑恶势力殴打菜农的全部财务转账记录和加密账本。对了，还有他这几天花钱雇佣网络水军造谣的聊天记录。带走！气象局的红色干旱预警像是一道催命符，悬在了整个西北大地的天空。连续3个月低雨未下，空气干燥的像个大烤箱，稍微一动弹就觉得嗓子眼冒烟。站在村口的土坡上往外看，周边几个村子的田地已经该裂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口子，有些裂缝大的甚至能塞进一个成人的拳头。这场罕见的大旱成了检验我们这大半年来农业基建成果的绝佳试金地。婉清姐，外面的地都快干冒烟了，咱们的井水还够用吗？放心吧，咱们当初钻的是深层高压水脉，不仅水源稳定，而且配合陆晨设计的滴灌网络，水分是直接精准输送到植物根部的。地表蒸发极小，再加上之前铺的遮阳网和大量施用的生物菌肥，土壤的保水性比以前翻了3倍。事实证明，硬核的农业科技在天灾面前有着碾压级别的抗压能力。那些吸足了地下深层矿物质水的果实，个个饱满的像是要炸开，咬一口比蜜还要甜。当初你说要把赚来的钱大部分投进地里搞什么基建，村里还有人背后骂你败家。现在看看，多亏了你这败家的做法，咱们不仅保住了命，还得大赚一笔呀！好啊，在大旱之年能有这样的奇迹，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农艺，这才是科技兴农的铁证。沈万清同志，沙沟村自己付了不够，省里决定给你压个重担，由你牵头，成立一个覆盖全镇甚至周边贫困县的超级农业合作社联营，把沙沟村的模式给我全面铺开。保证完成任务。共同富裕不是一句空话，一枝独秀不是春。沙沟村自己再富，周围的村子全穷着，那这片土地永远也无法真正振兴。既然老天爷和省里给了这个机会，我就要让这片黄土地彻底翻个身。接下来的2个月，我几乎连轴转，把全镇和周边2个贫困县的30多个村子跑了个遍。一开始阻力极大，有的村干部思想保守，觉得我们在画大饼；有的村民嫌麻烦，不愿意改变种了几十年的老习惯。换成你们的种子，那要是绝收了，你沈万清赔钱吗？只要你们严格按照我们的统一标准种植，不乱打农药，施我们提供的生物菌肥，所有的果子沙沟村联盟不保底收购。不仅保底，我们还提供技术下乡、无人机质保和农机共享。赚了钱大家分，赔了钱算我的。慢慢的，一个庞大的现代农业矩阵在西北大地上初具雏形。我们打破了各村自为战、恶性压价的局面。沙沟村作为核心技术孵化基地和品牌总部，其他村镇作为标准化生产基地。看着各村汇聚上来的产量数据，我本该高兴，但眉头却越锁越紧。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烦恼，果子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能在48小时内将这些生鲜运往全国各地，这几万吨的心血就会烂在仓库里。我紧急联系了市里几家大型物流公司，可对方一听我们的货量和偏远位置，纷纷狮子大开口，爆出的冷链运输价格高得离谱。婉清姐，这可咋办？好几个村的仓库都背满了，再运不出去，果子就要发酸了。国内最大的冷链物流集团
突然派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到了镇上，指名道姓要和沙沟村联生谈合作。带着满腹的疑惑，赶到镇政府会议室。推开门，几位西装革履、气质精干的商务人士正坐在里面。沈村长，久仰大名。这是我们集团拟定的首年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将调动西北区所有的冷链干线运力，确保联合的农产品以最快速度直达北上关子终端市场。我接过合同，翻到报价那一页，心头猛地一跳。这不仅不狮子大开口，这简直是白菜价，甚至可以说是半公益性质的保本价格。为什么？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贵集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物流巨头，没必要跑到这大西北的穷山沟里来做慈善。哼。小陆总，您交代的西北区冷链运力网已经全部调度完毕。另外，镇上那个大型农产品集算与分拣中心的项目也已经立项，工程队明天就能进场。小陆总，重新认识一下，陆晨，鼎盛冷链与农业科技集团执行董事。之前瞒着你，是因为我实在厌倦了家族企业里那些繁杂的内部事务，想做点真实的农业科技测试。所以你这是富二代下基层体验生活，顺便救我们于水火？别误会，这不是施舍，是基于商业逻辑的最优投资。这大半年来，我看着你把沙沟村从烂泥潭拉出来，现在又做起了全省的农业标杆，你们的模式极具复制性和爆发力。投资你们的供应链，鼎盛集团未来不仅能掌握大西北最优质的生鲜源头，还能垄断这一片的下沉物流渠道，这是一场双赢。合作愉快，小陆总。庞大的运力网瞬间铺开，彻底盘活了整个大区合作社的物流死局。沙沟村的农产品像涨潮的江水，汹涌地冲向全国市场。沈村长，林总让我带他向您道个歉，过去的事儿咱们就让他翻篇儿。林总的意思是，沙沟村现在的品牌名气大，他愿意出高于市场价30%的加工费，请沙沟村的工厂做我们果汁的贴白代工厂。这种用各种劣质香精、色素和大量糖精勾兑出来的工业糖水，借着我们积攒下来的好口碑去欺骗消费者。回去告诉林远，我沈婉清就算穷死也不会赚这种昧良心的黑心钱。沙沟村的招牌绝不容许任何人拿去给化学垃圾当遮优质。婉清姐干得漂亮！咱们自己种出那么好的番茄和瓜果，干嘛要给那种人渣代工？咱们自己做纯果汁。没错，不仅要做，还要做全网最好的纯果汁。我立刻联系了县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他们的全程监督和指导下，沙沟村引进了最先进的无冷压的罩生产线。半个月后，我们的第一批100%的纯果汁正式上线，保留了果实原本的清甜和营养。产品一上架电商平台，凭借着前期积累的信誉，不到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林远在网上看到我们果汁卖爆的消息，气得差点砸了电脑。为了填补生产线的空缺和违约合同，他彻底陷入了疯狂，竟然带着人连夜赶到了隔壁县的丽水村，用极高的诱惑价大批量收购那些使用了违禁催熟剂和防大剂的劣质果子。仅仅过了不到2个月，丽水村就出事了。林远私发了违规催熟剂，果子虽然催大了，但也彻底破坏了土壤生态。更惨的是，他的劣质果汁被查处，本人直接卷铺盖跑路了。丽水村陷入了绝境。婉清丫头，以前是我们村糊涂，现在我们遭了报应，乡亲们饭都吃不上了，求求你救救我们村吧！当初咱们去收果子，他们嫌弃咱们规矩多，非要贪林远的高价，现在出事了，知道来找咱们了。老支书，您这是干什么？都是靠土里不食的农民，哪有什么隔夜仇？您放心，这事儿我们管到底。第二天，我带着团队和测试仪器开进丽水村，经过检测，发现土壤酸化并非无药可救。这种强酸性土壤确实种不了常规果树了，但这土质恰好是种植高经济凤夹植品种高山蓝莓的天然温床。我调拨了资金，无偿运去生物菌肥，将那沙沟模式毫无保留地复制了过去。沈村长出大成绩了，咱们村小学的孩子们拿了特等奖，北京那边让赶紧过去领奖呢。下面有请特等奖获得者，来自大西北沙沟村希望小学的代表上台展示他们的作品。
我们的作品虽然不好看，但它能解决我们家乡干旱缺水的致命问题。我们利用温差冷凝原理，让这个小装置能在夜间自动湿空气中的微量水分，顺着这根管子直接滴入植物根部。经过我们半年的田间测算，它能让一株番茄的存活率在极度干旱下提高40%。这才是真正的科研，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当晚，这则大山里的科技之光的新闻登上了报道。沙沟村彻底火了，不仅仅是农产品火，我们的教育模式、乡村建设理念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然而，名气就像一块巨大的肥肉，招来了饿狼。第二天，我刚带着孩子们回到宾馆，一个男人带着几个保镖，直接堵在了我房间的门口。沈小姐，恭喜沙沟村的孩子们夺冠。不过，咱们明人不说暗话，3个亿。我们全资收购沙沟村合作社所有运营权。3个亿，这个数字如果放在1年前，足以让我瞠目结舌。拿了这笔钱，你不仅能彻底实现财务自由，还能跻身顶级富豪圈。至于那些村民，我们会给他们一笔遣散费。小农经济太低效了。张总，在你眼里，沙沟村只是个可以割韭菜的商业项目，但在我眼里，那是几百户乡亲世世代代的根。沈小姐，做人不要太理想主义，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这3个亿确实能让我买豪宅、开跑车，但代价呢？是剥夺所有村民的劳动分红权，让他们再次沦为打工人。我们要的是世世代代的细水长流，这笔钱我不赚。哼，沈万清，你别不识抬举，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得罪了我们，我有100种方法走不出大西北。跨国财团手段很脏，我们防不胜防。不过，既然想玩资本游戏，我就陪他们玩。晚清，我会调动法务和财务团队，将股权结构彻底重组。只要村民们心齐，天王老子也别想强行收购咱们1分钱的股份。在陆晨的硬核反击下，该财团的恶意收购计划彻底破产。但资本的恶毒超乎想象，收购失败后，他们转头找到了林远，向他注资了数千万，企图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农产品博览会上，用高科技合成食品对沙沟村进行降维打击，彻底搞臭我们的名声。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这就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未来营养原浆，不需要土地，1瓶原浆就能代替传统果蔬的全部营养。传统农业早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林远，胡扯！林远，你用各种化学香精、防腐剂凑对出来的科技狠活，也敢说是解决粮食危机的方案？沈晚清，你这是嫉妒，是恶意诽谤。是不是诽谤，数据说了算。专家们请看，这款营养液严重缺乏植物自然生长的微量元素，营养液里有超量的重金属，这不叫未来农业，这叫谋财害命，简直是胡闹！立刻查封检验，绝不能让这种毒瘤流入市场。林远，你太让我失望了。而沙沟村的展位，因为这场硬核打假和真实可见的优异品质，彻底轰动了全场。评委会全票通过，将本届农博会的唯一特等奖颁给了沙沟村联蛇。各大渠道采购商在我们的展台前起了几10米的长龙。沈村长，沙沟村现在每年的净利润高达数千万，按理说你们完全可以过上非常奢华的生活，为什么村里人看起来还是这么接地气？因为我们深知，金钱如果不反哺给这片土地和下一代，就只是一串虚无的数字。如果我一个人拿走大头去城里买豪宅，那不叫乡村振兴，那叫个人暴富。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也不是去吃大锅饭，真正的共同富裕，是我们要建最好的学校，修最好的路，引进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我们要让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愿意流汗的普通人，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的赚到钱。我们要让泥腿子的孩子也享有看世界的权利。只要你愿意在这片黄土地上付出，你就能看到希望。这段采访在黄金档播出后，瞬间刷爆了全网，无数网友留言说看哭了。沙沟村的模式正式被定调为全国推广的样板。我们要举行全村，也是整个大区联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分红大会。
现在开始念名字，发存折，叫到名字的上台签字，按手印儿。李建国125000，张翠花118000。不仅是分红，合作社今年赚了钱，咱们不能光顾着眼前。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合作社出全资，以后谁家老人生了大病，不用砸锅卖铁，不用拖累儿女，保险公司给咱们兜底。但这还没完，还有咱们的下一代。今年咱们沙沟村有5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从今天起，凡是沙沟村考出去的大学生，不管1本2本，学费和生活费，咱们沙沟教育基金全包了。唯一的条件是，只要你们学成之后，愿意回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沈婉宣布，分红大会结束。陆大总裁今天穿得这么隆重，怎么？鼎邓集团要给我们沙沟村颁发个最佳供应商奖牌？打开看看。这是什么意思？沙沟村的模式已经彻底跑通了，基础设施完善，大区联养运转良好。珠子这批回乡的年轻人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你们建立的科技加教育加合作社的闭环，是完美的共同富裕样本。晚清，沙沟村已经不需要你冲在最前面去挖土了，但是国家看到了你们的奇迹，在更遥远的西北腹地，在那些风沙肆虐、自然条件比沙沟村恶劣10倍的荒漠戈壁里，还有无数个村庄在贫困线上挣扎。上面希望我们把沙沟村的火种撒到比这更穷更苦的地方去。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或者一个项目，这是时代赋予咱们这代农业人的使命。你说的我们，堂堂鼎盛集团的继承人，难道又要陪我去戈壁滩上吃沙子？没有鼎盛的冷链和重资产基建斗底，你拿什么去改造荒漠？你是我的合伙人，你去哪儿，我就把路和桥修到哪儿。去到哪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随时。